你以为黑洞是宇宙里最安静的杀手？不，它是整个物理学史上最大的麻烦制造者。你抬头看银河，那条横贯夜空的光带中心位置有一个东西，质量是太阳的400万倍，体积却可以塞进水星轨道，它叫人马座 A。 天文学家用星号来表示它，可能有点特别。2022年5月，世界望远镜团队公布了它的照片，一个看起来像甜甜圈的东西，中间黑，周围亮。那是人类第2次直接给黑洞拍照，第一次是2019年的 M87星系中心黑洞，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，质量约为太阳的65亿倍。但问题是，黑洞本身不发光，你看到的那个亮环不是黑洞，而是被黑洞引力加热到上亿度的气体和尘埃。它们在高速旋转中发出射电波，被我们地球上的8台望远镜组成的虚拟地球大小望远镜捕捉到。这就好比你在黑暗的房间里看到一个电风扇，你看不见电扇本身，只能看到它搅动空气时发出的嗡嗡声和影子。人马座 A 离我们26000光年，光从那里跑到地球都要26000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它其实是它26000年前的样子。它现在怎么样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在它周围，恒星像疯子一样绕着它转，其中一颗恒星 S2 公转周期只有16年，最靠近黑洞时速度达到每秒7600公里，相当于光速的2.5%。正是这种异常高速的恒星轨道，让天文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猜到银河系中心可能藏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。不过，人马座 A 本身很文静，它每年吸入的物质大概相当于一颗地球的质量。对于一个400万倍太阳质量的黑洞来说，这点饭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它不像类星体中心那些黑洞，一顿能吃下成吨恒星，光芒亮到让整个星系黯然失色。人马座 A 更像一个睡着的怪兽，偶尔翻个身，打个嗝，让周围的气体闪一下。但就是这么一个安静的东西，让物理学家又爱又恨。爱是爱，它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；恨是恨它暴露了我们理论的裂痕。黑洞是广义相对论最漂亮的预言之一，同时又是量子力学最头疼的对手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天体引力强到连光都逃不出去，内部密度又无限大，这不是物理学的极限是什么？爱因斯坦本人其实不太相信黑洞真实存在。他的广义相对论在1915年发表，1个月后，德国天文学家卡尔·施瓦西就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俄国前线战壕里推导出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第1个精确解，这个解后来被称为史瓦西解。它预言了一种天体，如果所有质量被压缩到足够小的半径内，就会形成一个单向膜，光进去就出不来。史瓦西把这个结果寄给爱因斯坦时还说，您看，尽管炮火连天，我还是能追随您的思想漫步宇宙。几个月后，史瓦西因为战壕里的皮肤病感染去世，年仅42岁。而爱因斯坦始终觉得，自然界应该有某种机制阻止恒星无限坍缩。他相信会有物理定律阻止无限密度出现。
结果后来的观测证明，爱因斯坦这次错了。宇宙不光允许黑洞存在，而且到处都是。如果黑洞是真实存在的，那它到底长什么样？按照物理学家目前的理解，黑洞极端简单，简单到什么程度？你只要用3个数字就能完全描述它：质量、自转、电荷。这3个参数之外，无论你是用废报纸、氢气，还是前任的聊天记录制造黑洞，最终得到的黑洞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叫做无毛定理。由霍金和卡特尔等人在1973年证明，张威勒尔戏称为黑洞无毛，也就是黑洞只剩3根毛：质量、自转、电荷。为什么是这3个？因为它们都是守恒量，质量和能量守恒，电荷守恒，角动量也守恒。黑洞形成时，其他一切信息，比如物质的颜色、形状、化学成分，甚至你扔进的是一本《哈利波特》还是一只拖鞋，都被引力暴力地抹平了。黑洞只记住了那些不能变成电磁辐射跑掉的东西。实际宇宙中的黑洞基本被认为是电中性的，所以真正常用的参数只有2个：质量和自转。至于黑洞的毛发去哪了，这个问题本身就埋着信息悖论的伏笔。因为量子力学说，信息是不能被销毁的。可如果黑洞能吃掉信息，最后把信息消化得干干净净，那量子力学就完了。好，我们先不讲悖论，先讲结构。黑洞有几个关键概念：事件世界和起点。事件世界就是黑洞的表面，但这个表面不是实体，而是一个边界。越过它，你就进入了一个连光都只能往里走的区域。从外面看，事件世界像一层单向膜，只进不出。事件世界的大小由史瓦西半径决定 ，Rs 等于2gm除以 c 的平方。太阳如果变成黑洞，半径大约只有3公里。地球如果变成黑洞，半径只有9毫米 ，roughly 一个葡萄大小。人马座 A 的史瓦西半径是半径约1200万公里，如果是直径，那就是约2400万公里，比太阳直径大10几倍。起点则位于黑洞的中心。按照广义相对论，所有质量被压缩到一个几何点上，密度无限大，曲率无限大，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在那里全部失效。起点不是一个很小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没有体积的东西。你问它有多大，答案是没有；你问它里面温度多高，答案是不知道。因为温度这个概念在那里可能都不适用。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，事件世界不是起点。很多人以为黑洞的表面就是密度无限大的地方，其实不是。你穿越事件世界的时候，自己可能都没什么感觉，前提是这个黑洞足够大。因为大黑洞的潮汐力弱，你可以像穿过一道无形的门一样进去，真正的麻烦是在中心。小黑洞则不一样，比如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，在你还没接近事件世界时，潮汐力就已经把你撕成意大利面条了。那么黑洞是怎么形成的？恒星有核聚变，核聚变产生向外的辐射压，对抗向内的引力。恒星这辈子就像一场拔河，引力想让它坍缩，辐射压想让它膨胀。当恒星的燃料耗尽，辐射压消失，引力就赢了。如果恒星核心质量足够大，超过大约3个太阳质量，
那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它坍缩成黑洞。电子简并压不行，中子简并压也不行，连合力都不行，它会一路坍缩下去，直到形成一个起点，外面包着事件世界。这个过程伴随着剧烈的超新星爆发，把外层物质抛洒到宇宙中。但这里我要站个队，起点不是物理实体。很多物理学家认为，起点只是广义相对论失效的标志，而不是真的存在一个没有体积的点。将来量子引力理论会告诉我们，在普朗克尺度上，时空不是连续的，而是一个个离散的结构，所以起点可能只是一个近似一个数学上的理想化。我站这个观点，黑洞中心存在某种极端致密的状态，但不一定是密度无限大的起点。黑洞不发光，所以传统的光学望远镜拿它没办法，但物理学家有的是办法。第一种办法，看周围恒星怎么动，这是最古老的手段。就像你虽然看不见暗处的柱子，但能看到水流绕过柱子的漩涡。银河系中心的恒星轨道让天文学家推断出人马座 A 的存在，这是间接证据，但非常强。第二种办法，看吸积盘。当物质落向黑洞时，不会直接垂直掉进去，而是会形成一个旋转的盘。因为角动量守恒，物质会在黑洞周围转圈，一边转一边往里掉。这个盘叫吸积盘，物质在吸积盘里互相摩擦碰撞，温度可以达到几百万甚至上亿度，发出强烈的 X 射线和射电波。类星体之所以那么亮，就是因为中心黑洞疯狂吞噬物质，吸积盘把整个星系的亮度都盖过去了。有些类星体的亮度可以达到太阳的10000亿倍，比整个银河系所有恒星加起来还亮。第三种办法，看喷流。有些黑洞会在两极喷出接近光速的物质射流，长度可以达到数十万光年。这些喷流由黑洞的磁场和吸积盘共同驱动，是宇宙中最高能的现象之一。M87星系中心，黑洞就有一道著名的喷流，长度约5000光年。我们在射电波段已经观测了上百年。第四种办法，也是最震撼的，就是直接成像。2019年的事件，世界望远镜用8台射电望远镜组成干涉阵列，相当于一台地球大小的望远镜，在1.3毫米波段拍到了 M87中心黑洞的影子。这个影子的直径约42微角秒，换算下来大约1000亿公里。你想象一下，这个距离从地球到太阳要走600多次，可是从5500万光年外看，它只占了42微角秒，比你在月球上看一个甜甜圈还小。人类能拍到它，简直是技术上的奇迹。第五种办法，听引力波。2015年9月14日，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信号 GW150914。这不是电磁波，而是时空本身的涟漪。信号来自两个分别约36倍和29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合并，最终形成一个62倍太阳质量的新黑洞，有大约3倍太阳质量的能量，以引力波形式释放。整个信号只持续了0.2秒，但人类第一次听见了黑洞合并的声音。2017年，LIGO 还探测到了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，
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第6种办法，探测霍金辐射。这是理论上最优雅的方法，但也最困难。1974年，霍金证明黑洞不是完全黑的，它会因为量子效应缓慢向外辐射粒子。黑洞温度与质量成反比，一个太阳质量黑洞的温度只有约60亿分之一开尔文，比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2.7开尔文低得多。所以这种黑洞不光不蒸发，反而在吸集宇宙背景辐射，越吃越大。能实际蒸发的黑洞质量必须小于月球，霍金温度超过2.7开尔文。这种黑洞目前还没找到。黑洞不是单一物种，它们分好几个档次。最小的是原初黑洞，这不是由恒星坍缩形成的，而是宇宙大爆炸初期，物质密度极高时，某些区域因为量子涨落提前坍缩形成的。它们的质量可以非常小，从微克到数千吨，甚至接近月球质量。霍金提出，这种黑洞现在可能正在通过霍金辐射蒸发，寿命短的会在最后时刻爆发出高能伽马射线。如果暗物质全部由原初黑洞构成，那我们每天应该能看到很多这种爆炸，但到目前为止观测很少。所以原初黑洞可能是暗物质的一部分，但不太可能是全部。我站这个观点。原初黑洞作为暗物质候选者被大量观测排除，但某些质量窗口仍有戏，比如小行星质量级别的原初黑洞。比原初黑洞大一点的是恒星级黑洞，这是宇宙中最常见的普通款，质量大约3到100倍太阳质量。它们由大质量恒星死亡后坍缩形成。LIGO 探测到的黑洞合并大部分都是恒星级黑洞。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，LIGO 发现的一些黑洞质量在20-30倍太阳质量，比传统 X 射线观测预期的黑洞要大。这说明我们对黑洞形成和演化的理解还需要更新。中等质量黑洞质量大约100到10万倍太阳质量，被称为黑洞演化史上的缺失环节。2020年 LIGO 和 Virgo 探测到引力波信号 GW190521，来自2个约85倍和66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合并，最终形成约142倍太阳质量的黑洞。这是人类首次探测到中等质量黑洞存在的直接证据。它们可能存在于球状星团的中心，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成长，再慢慢掉到星系中心，成为超大质量黑洞的种子。超大质量黑洞位于星系中心，质量从100万到100亿倍太阳质量。我们银河系的人马座 A 就是小号的超大质量黑洞，才400万倍太阳质量。M87 星系中心的黑洞是65亿倍太阳质量，而目前已知最大的黑洞之一 TON 618，估计质量达到太阳的660亿倍甚至更多。这些黑洞如何形成，是宇宙学最大的谜题之一。传统的模型认为，它们由中等质量黑洞种子慢慢吸积合并长大。但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，有些超大质量黑洞在宇宙大爆炸后不到10亿年就已经存在，质量达到太阳的10亿倍以上，这快得让人难以置信，暗示它们的形成机制可能和我们想的不一样，比如直接由巨型气体云坍缩，或有大量原初黑洞合并。
詹姆斯·韦伯望远镜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，发现5个红移极高的类星体，它们诞生于宇宙大爆炸后6到7亿年，中心黑洞质量约太阳的10亿倍。而在2025年，韦伯又发现了更早期、宇宙年龄仅约5.7亿年的超大质量黑洞。这些发现不断挑战爱丁顿极限，黑洞吸积速率不能超过一个理论上限，但早期宇宙似乎有些黑洞强行喂食，超出了这个极限。这说明我们对黑洞生长的理解还远不完整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核心冲突。黑洞之所以让物理学家睡不着觉，不是因为它大，而是因为它把2个最成功的物理理论放进了同一个房间，结果它们打起来了。第一个问题是起点。广义相对论说，黑洞中心存在一个密度无限大、曲率无限大的点。无限大在数学上可以接受，但在物理上非常可疑。它意味着所有物理定律失效，包括广义相对论自己。所以起点更像是理论本身的边界，而不是真实世界的结论。彭罗斯和霍金在1960年代证明了起点定理，证明在很一般的条件下，引力坍缩必然导致起点。这个定理是数学上的胜利，但物理上的失败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广义相对论在起点处不适用，需要量子引力来接受。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寻找统一场论，他也猜测会有某种量子效应阻止恒星无限坍缩，但他没能活到黑洞被观测证实的那一天。如果他知道，也许会既欣慰又头疼。欣慰的是，广义相对论预演了真实存在的东西；头疼的是，这个存在的东西宣告了他的理论在极限处失败。第二个问题更尖锐，叫信息悖论。这是霍金在1974年到1976年间提出来的。基本逻辑是这样的：根据广义相对论和无毛定理，无论你往黑洞里扔什么，是三体还是一杯咖啡，黑洞只记住质量、自转、电荷。你扔进去前的所有信息，物质的组成、排列、量子态，都 seemingly 消失了。然后霍金又发现，黑洞会缓慢蒸发，通过霍金辐射把质量一点点吐出来。但霍金辐射是热辐射，就像一炉火发出的红外线，只跟温度有关，跟里面烧的是什么柴没关系。所以即使黑洞完全蒸发完，吐出来的辐射也不包含任何关于你扔进去那杯咖啡的信息。这就麻烦了。量子力学有一条基本信念，信息是守恒的。如果一个系统在某个时刻的状态完全确定，那它在任意时刻的状态都可以被推演出来。信息不会凭空消失，也不会凭空出现。你可以把它打散、混合、隐藏，但不能销毁。可黑洞似乎把信息彻底销毁了。一个纯量子态进去，最后变成一锅热的混合态出来。这就是黑洞信息悖论。这件事吵了将近50年，物理学家大致分成几派。一派认为信息真的丢了，量子力学在引力领域需要修正。一派认为信息通过某种方式被保存了，可能是藏在霍金辐射的关联里，可能是藏在黑洞的软毛里，也可能是全息地编码在黑洞表面上。还有一派认为问题本身被错误地描述了，
因为我们把黑洞看作一个局域的经典物体，而真实的宇宙也许不允许局域信息丢失。我站哪边？我站信息守恒这一边。理由不是宗教式的信仰，而是 AdSCFT 对偶给出了一条非常强的线索。1997年，毛达塞纳发现一个高维引力理论等价于边界上的一个低维量子场论。在这个框架下，黑洞演化是一个完全夭证的过程，信息不会丢。这意味着黑洞蒸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夭证的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正确的描述方式。黑洞信息悖论不是量子力学的棺材，而是量子引力理论的产前。信息如果真的守恒，那它是什么时候从黑洞里出来的？这有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，叫 page time。设想一个黑洞正在蒸发，它越蒸发越小，温度越来越高，同时霍金辐射不断离开黑洞。根据量子力学，这些辐射总体的量子态应该是纯态，信息包含在辐射之间的关联里。一开始，辐射似乎只包含温度信息，没有细节，但随着黑洞质量越来越少，它储存剩余信息的能力也越来越小。到了某个时刻，辐射开始必须携带信息，否则信息就装不下了。这个时刻叫 page time， 由 Don Page在1993年提出。page time 大致发生在黑洞蒸发了一半的时候。如果黑洞信息守恒，那么霍金辐射的熵不会无限增长，而是先上升，达到一个峰值，然后下降，直到黑洞蒸发完，熵归零。这条曲线叫配置曲线。如果信息不守恒，熵会单调上升。黑洞蒸发完后，熵达到最大，形成一锅毫无信息的热汤。2019年前后，量子极端面 Island Formula 横空出世，物理学家在半经典引力框架下第一次算出了配置曲线。核心思想是，在计算霍金辐射的熵时，不能只算辐射本身，还要考虑黑洞内部一个量子极端面的贡献。这个面在黑洞蒸发早期不存在，晚期突然出现，像一座从海里升起的岛。把这座岛的贡献算进去，配置曲线就能正确下降。这个 breakthrough 用到了全息对偶和量子纠缠熵的工具，是近10年来理论物理最激动人心的进展之一。但这个结果也有争议，它依赖于一个特定的模型设定，比如反德希特空间中的永恒黑洞外面接一个热域。真实的宇宙不是反德希特空间，真实的黑洞是孤立演化的。所以艾伦的公式能多大程度解决真实黑洞的信息悖论，还是一个开放问题。我认为它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概念证明，但最终的答案还需要更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。2012年 Marov、Susskind 4位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著名思想实验，结论非常惊人。如果黑洞信息守恒，而且黑洞内部仍然是正常的真空，那世界处就会存在一堵高能量的粒子墙，任何东西穿过世界都会被烧成等离子体。这堵墙叫防火墙，也叫 Amps 悖论。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？它结合了3个看似合理的假设：信息守恒，世界处无异常，量子场论在局部有效。结果3者不能同时成立，
至少有一个必须放弃。Ames 文章选择放弃世界处无异常，也就是说，黑洞表面不是风平浪静的，而是有一道火墙。但 Firewall 假设也带来新问题。按照广义相对论，一个自由下落的观察者穿过世界时，不应该感受到任何局域异常。如果有一堵火墙，那就违反了等效原理广义相对论的基石。所以，防火墙理论虽然解决了信息悖论，却牺牲了另一个基本原则。这件事引发了巨大争论。Susskind 和 Modesina 在2013年提出了 E2 等于 EP2 猜想，试图绕开防火墙。E2 指的是爱因斯坦罗森桥，也就是虫洞。EP2 指的是量子纠缠。他们的猜想是，两个纠缠的量子粒子可能通过某种时空上的虫洞连接。换句话说，量子纠缠和时空几何可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。如果这个猜想成立，那信息可以从黑洞内部通过量子纠缠的结构传递到外部，不需要破坏世界。这听起来很科幻，但它在 add_s 除以 CFT 框架下有很强的数学支持。E2 等于 EP2 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，量子纠缠和时空连接，统一了起来。它暗示时空本身可能是从量子信息中涌现出来的。这又是一个让我站队的观点。我倾向于认为 E2 等于 EP2 抓住了某种深刻的东西，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它在真实宇宙中的具体形式。如果广义相对论在黑洞内部失效，那真实的东西可能不是传统黑洞。物理学家提出了很多替代模型，试图绕过起点和信息悖论。我们这里讲三个最有名的：模糊球、引力、真空星、虫洞、白洞。第一个是模糊球 Foosball， 这是弦理论家 Samir Mathur 在2000年代提出的。传统黑洞认为事界里面是接近真空的状态，直到中心才出现起点。但模糊球认为弦论修正会在世界尺度上就把内部填满，黑洞不是空心的起点，而是一个由量子弦和膜组成的复杂纠缠结构。没有世界，没有起点，信息被储存在这些弦的振动模式里，并随着辐射一点点释放出来。模糊球的最大优点是，它不需要任何 firewall， 也不需要修改量子力学，直接通过弦理论的微观自由度保存信息。缺点是，它只在弦理论的特定模型里可以具体计算，对真实的天体物理黑洞还很难给出可观测预言。我站模糊球吗？部分站。我觉得它在哲学上是对的。黑洞内部应该有微观结构，而不是一个空心的起点。但我也怀疑它是否是唯一答案。也许真实黑洞介于模糊球和传统黑洞之间，或者还有其他机制。第二个是引力真空星 Gravastar。2004年，由 Mathur 和 Mottola 提出，它的核心不是起点，而是一个充满排斥性真空能量的泡泡，类似暗能量。这个泡泡外面包裹着一层极薄的致密物质壳，从远处看，它和普通黑洞一样，有同样的引力场，也能弯曲光线，所以观测上很难区分。但它没有事件世界，没有起点，物质落到外壳上会被反弹，或者以某种方式被保留，信息不会丢失。
引力真空星更像一个黑洞冒牌货，披着黑洞的外衣，内部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理。这个模型在理论上很优雅，但同样缺乏观测证据，而且内层薄壳的稳定性一直是个问题。第三个是虫洞与白洞。爱因斯坦和罗森早在1935年就研究过一种连接两个时空区域的桥，叫爱因斯坦罗森桥。惠勒后来把它命名为虫洞。虫洞的一端可以是黑洞，另一端可以是白洞。白洞是黑洞的时间繁衍，只吐物质，不吞物质。从外部看，一个白洞可能看起来像一个黑洞一样弯曲光线，但内部结构完全不同。科幻小说里经常把虫洞写成星际旅行的捷径，但真实的虫洞需要负能量物质来维持，而我们目前没有在实验室里造出过这种东西，所以虫洞现在还是理论玩具，尽管它可能是量子引力理论中某些结构的有效近似。这三个模型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认为黑洞这个名字可能误导了我们。我们观测到的那些看不见的天体不一定都是传统黑洞，它们可能是某种更奇怪的东西。未来的观测，比如黑洞探索者号 Black Hole Explorer 太空望远镜，可能会给我们答案。这个计划由哈佛和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主导，目标是在2031年前后发射，通过 X 射线成像更精确地捕捉黑洞边缘的光子环。光子环是光线绕黑洞转了很多圈后形成的亮环，包含了黑洞附近极端引力场的信息。如果黑洞内部不是空的，或者世界处有什么异常，光子环可能会显示出偏差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：为什么黑洞是物理学家的噩梦？因为它把两种最成功的理论逼到了墙角。广义相对论描述时空和引力，量子力学描述微观粒子。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所向披靡，但一碰到黑洞就互相打架。起点是广义相对论自己宣布失效的地方，信息悖论是量子力学在黑洞面前拉响的警报。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。弦理论是目前最领先的候选者，它假设基本粒子不是点，而是微小的弦，弦的振动模式对应不同的粒子。在弦理论里，引力自然出现，黑洞可以用膜和弦的构型来理解，但弦理论还需要额外的空间维度，而且很多预言很难在实验中验证。所以尽管它在数学上很强大，但有人批评它更像数学而不是物理。圈量子引力是另一个候选者，它试图把时空本身量子化，把空间切成一个个微小的圈儿或自旋泡沫。在圈量子引力里，黑洞内部可能有一个普朗克星，而不是起点，密度极高，但不是无限大。这个模型在概念上很吸引人，但和量子力学的其他部分，特别是全息对偶的整合，还需要更多工作。除了理论，黑洞还提出了更宏大的问题：宇宙本身是不是一个黑洞？我们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大约等于它的史瓦西半径。如果我们把整个宇宙的质量带入史瓦西公式，得到的结果和可观测宇宙大小差不多。这不一定意味着宇宙就是黑洞，但它说明黑洞和宇宙在尺度上
有一种奇妙的巧合。类似的，全息原理认为，一个区域内的所有信息可能编码在其边界上，就像黑洞的熵正比于世界面积而不是体积。这暗示三维空间可能是从二维边界上的量子信息涌现出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收束一下。黑洞是看不见的，但它无处不在。它吞噬光，却不吞噬问题。它让我们最伟大的理论自相矛盾，却也给了我们发现新理论的线索。开篇我说，黑洞是宇宙最大的麻烦制造者，但麻烦制造者不一定是坏事。科学史上每次大麻烦都是大进步的序曲。19世纪末，黑体辐射和光速不变让经典物理学为难，结果催生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。20世纪末，暗物质和暗能量让宇宙学标准模型为难，催生了新的观测和理论。今天，黑洞把量子力学和引力绑在一起，逼着我们去寻找量子引力。我不知道最终答案会是什么样子，也许是弦理论，也许是圈量子引力，也许是我们现在还没想到的东西。但我确信，答案不会让我们更渺小。恰恰相反，理解黑洞就是理解时间和空间本身。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进入黑洞内部，看看起点到底长什么样，但我们可以在世界之外，用光子、引力波和思想一点点逼近真相。所以，如果你今晚睡觉前还在想黑洞，不要担心，你不是在焦虑，你是在参与人类最古老的追问：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宇宙里？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最终答案，但追问本身就是宇宙给意识的最大礼物。